中美军舰同时在日本海峡相遇，052D 与美军航母碰面之后，不但没有受到任何阻拦，反而凯旋而归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大家有很久都没有听到御用摄影师日本自卫队那边的消息了，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放到了南海上。在南海，菲律宾不仅是在那些非法侵占我国的岛礁上疯狂挑事，还对那些处于我国控制之下的岛礁虎视眈眈。为此，双方海警都发生了多轮对峙，美国更是火上浇油，和菲律宾、韩国、日本大搞军事演习。其中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出动人数更是史无前例，达到了上万人次，还要在黄岩岛周边击沉一艘靶船。因此，我国近期的主要行动也都在这儿。不过，最近我国舰艇的踪迹出现在了东海，平静了许久的东海终于热闹了起来。御用摄影师也终于能够上岗，给我国舰艇来个全身特写了。本次被御用摄影师拍到的是我国第42批护航编队，其中有 052D 驱逐舰淮南舰、054A 护卫舰日照舰、903A 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。这支编队成功完成了数十天的护航任务，成功返航，通过大隅海峡由西太平洋进入东海。按理来说，我国护航编队在返航的时候，一般走的都是宫古海峡或者台湾海峡，因为其他两处海峡更加的宽敞，而大隅海峡则更加狭窄，在通过时明显要更加麻烦。要是放到以前，我国海军专门放着那宽敞的道不走，偏要来走这小道，御用摄影师肯定又得站出来谴责一下，说我国海军又想搞事情，严重侵犯了日本的国家主权和领海权益。然而这次却不同，日本方面仅仅只是通报了我国海军编队通过了这一海峡，并没有进行批评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军军舰也通过了这里。如果日本在这时候谴责我国的话，岂不是在给美国找麻烦？因为中美两国的军舰都通过了这里，而且美军通过的还是航母战斗群，比中国这次的舰队规模更大。那对中国批评了，不也得对美国批评？不然就显得自己太双标了。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报道，我国海军第42护航编队是在25至26日通过大隅海峡的。而根据 AIS 信号显示，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打击群也是在25至26日通过大隅海峡进入的东海。也就是说，继上次的山东舰航母与美军航母近距离相遇并喊话之后，我国 052D 驱逐舰淮南舰领衔的第42护航编队也与美军航母来了个近距离接触，并且从目前这情况来看，我国海军舰艇显然是没遇到什么阻拦，一路凯旋而归。事实上，我国的这支编队就是完成任务之后返航的。虽说在周边的国际海域上，我国时常遭到其他国家的挑衅，但要是真动手了，这些赶来挑衅我国的国家绝对是有多远躲多远。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其他国家，在看到我国亮出武器后，都是选择了直接离去。也就澳大利亚的飞行员头比较铁，照样飞行，结果被吓得现在还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。美军航母也同样如此。虽然美军航母多次出现在我国周边海，但每次的行动都是收着的，并没有和我国海军产生冲突。碰上我国在这儿军演了，还提前撤出军演区域，免得引起一些误会。像本次的中美军舰相遇，虽然从吨位上看差距巨大，美军一艘尼米兹航母就达到了10万吨，再加上负责护航的巡洋舰和驱逐舰，火力要数倍于我国 052D、054A、903A 组成的护航编队。但是中国海军的这支护航编队也不带怕的。此前展示的鹰击 211E 导弹被摆到了 052D 驱逐舰上，这代表这款军舰不但能够发射高超音速导弹，还能够卖。现在沙特、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兴趣购买这些军舰。如果美军航母非要上门挑衅，搞武力摩擦，那么中国海军的反舰利器也不介意给美国人长长记性。
所以说美军也很懂解放军的实力。面对双方的舰艇同时经过大隅海峡，即便是美军占优势，也并没有选择轻举妄动，双方很友好地通过了这条海峡。